你好，欢迎每天听睡前故事，我是阿狸。今晚我们来说说那个被骂了2000年却活得最久的傻子刘禅，也就是大家口中的阿斗。在那个英雄都难善终的血色乱世，他却稳稳做了41年皇位，熬死了身边所有绝顶聪明人，最后拿到了长寿、无忧善终的人生大满贯。接下来找个舒服姿势，我们一起慢慢走进今晚的故事。汉末三国是中国历史上最绚烂也最残酷的时代，所有人都在拼死争天下。当皇帝其实是最危险的活计，汉献帝做了半辈子木偶，魏国年轻皇帝被权臣当街赐死，曹操一辈子没敢称帝，刘备奔波一生只当了3年皇帝，孙权晚年还陷入骨肉相残。可刘禅这个在戏台上永远呆傻的男人，在位时间却长达41年，比曹操、刘备、孙权任何一人都在位时间都长。一个看似真正的傻子，怎么可能在一群智商绝顶、手握重兵的虎狼大臣中间安稳度过大半生？他最大的本事不是建功立业，而是安静的做一个顶级的幸存者。他的故事从华丽宫殿和百官朝拜之外开始。建安13年，公元208年，秋风格外肃杀。曹操几十万大军南下，荆州天空被烽火染成暗红铁锈。刘备放弃新野，带着10多万百姓向江陵撤退，那是一场漫长而绝望的逃亡。队伍里全是拖家带口的流民，哭喊的孩子和满载家当的牛车，每天只能走10几里。曹操派出最精锐的虎豹骑，扔下辎重，一天一夜狂奔300里。像闻到血腥的黑狼，在当阳长坂坡狠狠咬住了这支庞大队伍。那一天的长坂坡没有演义里的浪漫，只有一场单方面的屠杀。战马铁蹄，踏碎骨头，刀刃切开血肉，10几万人瞬间崩溃，荒野上到处是残肢和惨叫。就在这人间地狱最深处，有一个还没断奶的婴儿，他就是刘禅，小名阿斗。别人的孩子第一课是母亲的摇篮曲，是温暖炉火，而阿斗的胎教是震耳欲聋的战马嘶鸣，是刀剑砍骨的闷响，是周围人临死前的凄厉哀嚎。那一刻，他不是被呵护的生命，而是一个沉重的政治符号。他是刘备年过半百才得的唯一骨肉，是这个摇摇欲坠军阀集团唯一的合法继承人。混乱中，他的生母甘夫人被人流冲散，负责保护他的糜夫人抱着他艰难爬到一堵破败矮墙后，那里有一口枯井，糜夫人为了不拖累赵云，决绝跳进深井。对于襁褓里的阿斗，那种惨烈感是一样的，这是他生命底色里最初的丧失。在学会叫妈妈之前，他已经尝到被抛下、被留在绝境的恐惧。后来赵云找到他，这位白袍将军解开冰冷铁铠，把柔软婴儿紧紧绑在胸膛，跨上战马，迎着箭雨长矛杀出重围。当赵云杀透重围，在长板桥头与刘备会合时，他浑身是血，跪地双手托起襁褓。接下来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也最有争议的一幕。演义里写，刘备接过刚从死人堆捞出的骨肉，没有检查伤势，而是猛地一甩，将襁褓重重摔在泥水里。为你这孺子，即损我一员大将。赵云感动得泣不成声，叩首发誓，肝脑涂地。即使抛开虚构，这故事流传千年，是因为他精准抓住了刘禅的处境真相。在外人看来，这是高明帝王心术，可如果把视角放低，放到那个躺在泥水里刚经历1天1夜生死惊魂的婴儿身上呢？他听不懂君臣大义，也不明政治收买，却真切感受到从父亲手中脱落的失重感和砸在硬地上的剧痛。这一摔虽是表演，却在潜意识里烙下冰冷印记。在这个政治集团里，它的功能永远优先于它作为人的主体性，它的生命安危随时可以做衡量忠诚的砝码。它是一件价值连城的道具，但道具终究只是道具。这种被当物件拉扯的命运才刚开始。3年后，建安16年，刘备带兵入蜀，把阿斗留在荆州，交给继母孙夫人抚养。孙尚香不是戏曲里的温婉女子，她带着东吴政治任务，身边上百侍女天天配刀，连刘备进去都后背发凉。在这个剑拔弩张的后宅里，阿斗长到4岁，没尝到多少母爱。有一天，东吴船队秘密停靠江边，孙夫人接到密令，要带阿斗返回江东。4岁的阿斗被强行抱上巨大战船，江风呼啸，波涛拍打船舷，他成了东吴要挟刘备索要荆州的超级人质。这是一场关于他所有权的赤裸争夺。战船即将驶入东吴水域时，江面突然追来一叶孤舟，赵云挺枪傲立，随后张飞带全副武装船队拦江。
两位猛将跳上战船，拔刃与东吴卫队对峙，大江之上杀气冲天。最终，张飞和赵云强行从孙夫人怀里夺回阿斗，他又一次被营救。可他的人生像死循环，被抛弃、被抢夺、被营救，然后再成下一个阴谋的筹码。我们总喜欢站在大历史视角，赞叹赵云忠勇，张飞威武，刘备仁义，我们仰视这些英雄光芒，却很少低头看看那个在大人腿边瑟瑟发抖的孩子。在阿斗成长的环境里，长辈实在太耀眼。父亲是从草根杀成皇帝的枭雄，二叔关羽万军取首级，三叔张飞一声吼退百万兵，护他的赵云是从不犯错的战神，当一个资质平庸的孩子。被扔进由绝顶天才和嗜血狂人组成的怪物房，那些光芒不但不带来温暖，反而形成巨大压迫感。如果一个孩子在学会背诗书之前，就在死人堆滚过，在学会骑射之前，就经历3次被至亲抛弃或绑架的死里逃生，那么他学到的第一件事，绝不是像父辈那样建功立业。他学到的最深刻本能是如何在大人物刀光剑影和阴谋里悄无声息活下去。在那些英雄阴影下，他察觉到一个现实生存法则：在充满杀戮背叛的世界，耀眼才华和强烈欲望往往死得最快，而表现懦弱、平庸、毫无威胁才是最完美保护色。于是这个从小看惯鲜血与权谋的孩子慢慢收起所有锋芒，他闭上嘴巴，收敛眼神，把真实的自己深深藏在一副迟钝木讷的面具之下。张武3年，公元223年春天，白帝城空气里弥漫浓重草药味和挥之不去的绝望。几个月前，刘备在夷陵惨败，700里连营被陆逊一把火烧光。蜀汉精锐老兵和年轻将领几乎全军覆没。那位曾在长坂坡跃马的枭雄，此刻躺在永安宫病榻上，形容枯槁。这一年的刘禅16岁，在今天16岁还是为考试发愁的高中生，可在2000年前，这个少年被迫站到悬崖边，他面对的是一个刚刚破产式打击、精锐尽丧、外敌环伺、内部分裂的残破帝国。更让他恐惧的是父亲临终那场著名托孤。病榻前，刘备拉着诸葛亮的手，当着所有重臣说出那段流传千古的话：君才10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4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你的才干超过曹丕10倍，如果我儿子还能辅佐你，就辅佐；如果他是个废物，你就自己当成都的主人吧。后世无数文人为这段君臣佳话落泪，可如果把镜头拉近，定格在旁边那个16岁少年的脸上，你会发现这是一场残酷心理重压。父亲当着全天下人面剥夺了他作为皇位绝对继承人的神圣性，那句君可自取像一把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从那一刻起，皇权不再是护身符，而是一份随时引来杀身之祸的危险资产。在古代政治逻辑里，主弱臣强几乎是必死死局。西汉霍光废昌邑王，新朝王莽直接篡汉，北方曹操和司马懿家族正一遍遍上演权臣欺凌孤儿寡母的戏码。16岁的刘禅在父亲咽下最后一口气时，彻底变成被关进猛虎笼子的幼鹿。他身边的丞相智力碾压天下，威望高到可以废立君主，手握蜀汉全部军队和钱粮。回到成都后，诸葛亮正式接管这个摇摇欲坠的国家。为了挽救危局，他开启严苛辅政，丞相府彻底架空皇宫。大小事情哪怕处罚下级官吏，诸葛亮都要亲自过问。刘禅被安置在深深宫廷里，像一个精致泥菩萨。诸葛亮对他的保护和规训密不透风，给他安排的侍从、护卫、太监，全是丞相府精心挑选的绝对忠诚且古板的道德楷模。比如黄门侍郎董允像严厉管教大爷，天天盯着刘禅一言一行。刘禅想多招几个妃子，董允直接堵在门口，引经据典把他骂回去。刘禅连一句嘴都不敢顶。建兴5年，诸葛亮决定北伐，临走前给刘禅写了一封长信，这就是感动无数人的出师表。我们今天读出师表，读出的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悲壮。可如果带入20岁出头的刘禅视角，感受完全不同。那是一份让人窒息的行为规范指南，宫中府中俱为一体，治罚赃否不宜异同。意思是皇宫和丞相府的人都按我的规矩办事，你不能有自己偏好。亲贤臣、远小人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夷陛下，予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意思是我给你留下的人，你必须听他们的。
宫里大小事情都得问过他们才能决定。整篇《出师表》，诸葛亮用居高临下的长辈口吻，事无巨细交代刘禅该听谁，该怎么做。字里行间没给年轻皇帝留一丝自由裁量空间。换做历史上任何一个有点血性、有点政治抱负的年轻皇帝，面对这种密不透风控制，都会产生逆反。他们会偷偷培养宦官势力，拉拢对丞相不满的将领，在暗地搞阴谋夺权。后来魏国年轻皇帝曹髦就是受不了司马昭专权，带着几百太监和侍卫举剑冲出宫门，结果被当街刺死。可刘禅没有，在这个足以逼疯任何人的权力死局里，他展现出一种极其罕见的顶级生存智慧。这种智慧叫做绝对服从与彻底躺平。面对智商、威望、权力都断层碾压的相父，刘禅没有硬碰硬，也没有搞阴谋，他通透认清现实，只要诸葛亮还在，自己争权不仅毫无胜算，反而会引发内战，把所有人都送上绝路，所以他退让了。退得干干净净，退得彻彻底底。他尊称诸葛亮为相父，把国家祭祀、政务、军事指挥权全部拱手相让。诸葛亮要北伐，他就在后方盖章批准。诸葛亮要用什么人，他直接下旨任命。他不培养亲信，不在朝堂发表任何反驳意见。他每天的任务就是安安静静坐在巨大皇位上，做一个合格的、没有任何攻击性的政治图腾。在那个权谋至上、杀伐决断的时代，一个看似最软弱的选择，却构成了最稳固的政治结构。正是因为刘禅的毫无作为，反而给诸葛亮提供了一个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完美施展空间。诸葛亮不用担心后院起火，不用防备皇帝猜忌，他可以把所有生命能量全部燃烧在治理国家和北伐事业上。我们很难确切知道，在那些漫长被软禁般的青春岁月里，刘禅内心经历过怎样的挣扎？当他坐在空旷宫殿，听董允在耳边喋喋不休说教时，他是否感到过屈辱和愤怒？也许有过，但他把这些情绪全部咽下去，消化在一副憨厚迟钝的面孔之下。他用近乎自毁式的伪装，卸下所有可能引起怀疑的武装。真正的聪明有时候不是算无一策，而是能让天下第一聪明的人觉得你只是一个需要他拼尽全力去保护的笨蛋。刘禅极其完美扮演了这个角色，他不争不抢，静静看着那位伟大的相父，为了蜀汉江山，将自己生命一点一滴熬干，这是一种宿命感的平衡。天才在前方耗尽心血，庸人在后方安坐明堂，他们共同支撑这个风雨飘摇的小国，在强敌夹缝中续命。然而，所有庇护都有撑破的一天。建兴12年，公元234年深秋，一阵夹杂浓重寒意的秋风越过秦岭，吹进成都街道。那一天，从北方前线传来的消息，像一块巨大冰块，瞬间冻结蜀汉心脏。五丈原军营里，那位永远披鹤裳、摇羽扇的丞相，永远闭上眼睛。消息传进宫廷，28岁的刘禅安静坐在宽大龙椅上，看着殿外跪地哭得几乎昏厥的文武百官，整个都城瞬间被白色丧服覆盖，哭声震动景观城墙。对于蜀汉百姓和官员来说，诸葛亮不仅是丞相，他是这个摇摇欲坠国家的精神支柱，是蜀汉还能被称为汉的唯一理由。现在天塌了，但在巨大悲痛之下，暗流疯狂涌动。远在北方的曹魏和东吴都在屏息注视成都，东吴甚至立刻向边境增派上万士兵，所有人都在等这个失去保护伞的傻皇帝犯错，等蜀汉内部因为权力争夺爆发流血冲突，等这个小国自行毁灭。而在蜀汉内部，那些早就对连年北伐不满的本土派官员也开始蠢蠢欲动。他们觉得头顶压了12年的大山终于移开，现在是清算旧账的时候。第一个跳出来的是名叫李淼的官员，李淼是益州本土知识分子，性格孤傲，一向敢直言。在诸葛亮去世举国哀悼时，他觉得自己看透皇帝心思，他想刘禅被诸葛亮像傀儡压制12年，连封妃子都要被管教，心里肯定恨透诸葛亮。现在诸葛亮死了，皇帝心里指不定多高兴。于是李淼连夜写奏折递到刘禅案头，在奏折里他言辞激烈，把诸葛亮比作历史上威胁皇权的乱臣贼子，说诸葛亮生前手握重兵，让皇室极度危险。最后他得出结论，诸葛亮的死不是国家灾难，而是老天对蜀汉的眷顾，是国家卸下巨大包袱。陛下，您终于可以真正掌权了，我们应该庆贺才对。李淼满心欢喜，等待皇帝嘉奖。他以为自己做了最贴心的事儿，替皇帝说出憋了12年不敢说的话。然而他等来的是成都城外冰冷的斩马刀，平日总是笑呵呵。
看起来毫无主见的刘禅，在看到这封奏折瞬间，展现出令人不寒而栗的雷霆之怒。他没有召见李淼，也没有在朝堂辩论，直接下令将李淼下狱，立刻处死。李淼人头落地，鲜血溅在成都青石板上，让所有准备附和、准备向丞相府旧势力反攻倒算的野心家们瞬间闭上嘴巴。这是一种极其荒诞却无比精准的政治手腕。李淼错就错在他用普通人逆反心理去揣测一个在残酷权力场浸泡28年的顶级幸存者。刘禅心里真的对诸葛亮专权没有一丝芥蒂吗？或许有，但刘禅更清楚。此时10万蜀汉精锐刚刚失去主帅，正带着巨大悲痛从前线撤退。这10万大军是诸葛亮一手带出，他们对丞相忠诚远高于对皇帝。如果皇帝纵容臣子诽谤清算诸葛亮，那10万大军立刻会在悲愤中哗变，到时候不用曹魏打过来，蜀汉自己就会在血腥内战中灰飞烟灭。所以刘禅毫不犹豫用李淼的血安抚前线将士，稳住诸葛亮旧部，也向全天下表明捍卫相府声誉的绝对立场。他用一次极端的冷酷完成了对诸葛亮极致的感恩，但历史的悖论往往藏在这些极端行为背后。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刘禅会完全继承诸葛亮衣钵，让下一任大臣继续接管丞相权力时，刘禅却在李淼血迹还没干透时，做出了一个极其安静却深刻改变蜀汉国运的决定。他不动声色废除了丞相这个职位。刘禅没有下发任何宏大诏书解释为什么，他只是顺理成章提拔诸葛亮生前指定的接班人蒋文，让他担任尚书令，主管行政事务。后来又提拔费祎主管军事，他把原本集中在诸葛亮一人身上的军政合一绝对权力硬生生劈成两半，行政与军事分离，将相互制衡，而他自己稳稳坐在这两股权力正上方，成为最终仲裁者。一边为了维护诸葛亮名誉，毫不犹豫杀掉进谏大臣，一边又极其果断拆分诸葛亮留下的权力结构。他小事装傻，大事抓权，这哪里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这分明是一个深谙帝王平衡术、冷酷而成熟的政治家。他非常清楚诸葛亮是千古罕见特例，拥有绝对权力却没有篡位，那是因为他有圣人般的道德。但刘禅不能把国家未来永远赌在下一个权臣的道德上。从此蜀汉进入了长达30年的刘禅时代。这30年没有诸葛亮六出祁山的波澜壮阔，也没有长坂坡的刀光剑影。翻开这30年史书，你会发现蜀汉记录变得有些乏味。但如果你把目光越过秦岭，看看同时期的另外2个国家，你就会明白这种乏味是多么奢侈的奇迹。在北方的曹魏，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屠杀曹爽3族。从那以后，洛阳街道几乎每隔几年就要流一次血。司马家族为了篡位，疯狂清洗曹魏宗室和忠臣，甚至后来年轻魏帝曹髦被司马昭党羽当街刺穿胸膛，鲜血染红皇帝马车。在东吴，晚年孙权陷入严重偏执和猜忌，引发残酷二公之争，让自己2个亲生儿子互相倾轧，最终一个被逼自杀，一个被废黜。东吴朝堂变成巨大绞肉机，名将陆逊被生生逼死，无数忠臣连坐被杀。而在这个时期的成都，在那座稍显陈旧的皇宫里，刘禅安安稳稳坐在那里。他的朝堂上既没有当街弑君的权臣，也没有骨肉相残的惨剧。大臣们如果有意见，可以当面争吵。那个叫巨周的官员，甚至经常在成都发表言论，暗示蜀汉国力已经不行，不如早点放弃抵抗。这种散布投降主义言论的人，放在曹魏或东吴早就被诛灭9族，但刘禅只是听着，既不采纳也不杀他。在这个被后世嘲笑的最无能皇帝之下，蜀汉竟然成了三国后期政治环境最宽松、权力交接最平稳的国家。蒋完死后，权力平稳交给费祎，费祎死后，姜维接过兵权。每一次交接都没有引发大规模流血政变，但在这看似平稳的30年里，刘禅内心其实被巨大孤独包围。随着年岁增长，他两鬓开始斑白。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蜀汉真实处境，这是一个从出生就带着致命缺陷的国家。益州虽然险要，但毕竟只有90万人口，而北方曹魏却坐拥400多万人口，占据广袤中原。这场三国博弈从一开始就是资源极度不对等的消耗战。诸葛亮活着时，试图用超人智慧和不间断进攻弥补这种差距。诸葛亮死后，这种差距开始以缓慢但不可逆转的速度将蜀汉推向深渊。
刘禅知道这艘船迟早会沉，但他不能表现出任何绝望。他每天坐在朝堂上，看着主战派姜维慷慨激昂，要求继续北伐。看着本土派官员愁眉苦脸，抱怨赋税沉重，他像一个耐心的缝补匠，用尽全力在这些相互撕裂的力量中寻找平衡。到了执政晚期，为了牵制常年在外统兵、威望越来越高的姜维，刘禅甚至故意提拔宦官黄皓，他让黄皓干预朝政，给姜维制造麻烦，后世都骂他晚年昏庸。宠信宦官黄皓，搞得朝政乌烟瘴气。可你以为一个在权力场苟了30多年的老狐狸，会看不穿一个太监的贪婪吗？他比谁都清楚黄皓是什么货色。但在执政最后几年，蜀汉国力已被常年北伐彻底掏空，而大将军姜维在军中威望已经大到皇权根本无法直接撼动。在这种失控边缘，刘禅需要一把足够脏的政治夜壶去恶心主战派，去踩下那脚已经踩不动的刹车。这是一场极其悲哀的饮鸩止渴。他眼睁睁看着黄皓把朝堂搞得乌烟瘴气，知道黄皓会把朝堂搞臭，知道姜维会被逼得不敢回成都，知道这艘本就千疮百孔的船会烂得更快，但他只能眼睁睁看着，因为如果不这么做，不等曹魏打过来，蜀汉内部自己就会先炸开。他不是老糊涂了，他是手里真的没有牌了。刘禅不在乎身后名，也不在乎被骂作昏君，他用一种近乎自污的方式维持这个脆弱国家内部最后一点平衡。他把自己活成了一个缓冲带，吸收各方的攻击和抱怨，只为了让成都城墙里能多享受一天不用流血的安宁。可是历史的沙漏终究有漏完的那一刻。景耀6年，公元263年冬天，成都平原弥漫一层经久不散的阴霾。在这一年绝大部分时间里，蜀汉全部希望都寄托在遥远北方。前线大将军姜维率领蜀汉最后主力死死盯在剑阁。剑阁是真正天险，几乎不可能从正面攻破。魏国统帅钟会带着10几万大军，在那里被撞得头破血流，进退两难。成都宫廷里的所有人都以为，只要剑阁不失，这个国家就还能像过去40多年一样，继续在夹缝中苟延残喘。然而，真正的毁灭从来不会从大门堂而皇之走进来，它总是如同鬼魅从天而降。魏国另一位将领邓艾做出一个极其疯狂决定，他绕开剑阁，带着一支精锐部队，一头扎进700多里连绵不绝的阴平无人区。那里没有道路，只有悬崖绝壁和原始森林。当他们来到整段路程最绝望一站摩天岭时，面前是近乎垂直的万丈深渊，身后是精疲力竭残兵。就在所有人以为必死无疑时，年过60旬的邓艾展现出骨子里最癫狂一面。他命人取出一领厚重毛毡，把自己像粽子一样严严实实裹住，随后纵身一跃，顺着怪石嶙峋的陡峭斜坡，直接滚向深不见底的深渊。主帅带头玩命，士兵们也纷纷效仿。就这样，这支犹如野人般的魏国军队奇迹般穿过天险，突然出现在成都平原腹地。蜀汉最后防线瞬间崩溃，名将诸葛瞻战死。消息传到成都，整座城市陷入死一般沉寂。刘禅坐在大殿里，面对一个再无任何转圜余地的绝对死局。前方主力被隔绝在剑阁，根本回不来；后方国库空虚，城中除了老弱病残，已经没有一兵一卒可以守城。这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空城。在这国家存亡最后时刻，皇宫里爆发最激烈也最惨痛争论。刘禅第5个儿子北帝王刘倩双眼血红站在父亲面前，他拔出腰间长剑，声嘶力竭请求：既然国家已经到这个地步，那就让我们父子兄弟一起背水一战，哪怕全部战死在成都城墙上，去地下见先帝也有个交代。这是一种极其符合古代封建道德期望的呼喊。几千年来，史书总是偏爱那些在绝境中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英雄。可刘禅看着激动到颤抖的儿子，又看了看殿外那些惊恐万状的宫女、太监，以及城墙外几万户手无寸铁的成都百姓，他摇了摇头，拒绝了儿子的请求。绝望的刘娟冲出皇宫，来到供奉爷爷刘备的昭烈庙，在先帝神位前，他大哭一场，随后挥剑砍杀深爱的妻子和年幼儿子，最后将冰冷剑刃抹向自己脖子，鲜血染红蜀汉开国皇帝的神台。这是一曲极其惨烈刚硬的血色挽歌。刘轩用最决绝方式维护了刘氏皇族最后体面，而另一边，他的父亲刘禅却选择了截然相反道路。
刘禅脱下华丽龙袍，换上一身粗糙白衣，他让人找来绳索，将自己双手死死反绑在背后。随后，他命人抬着一口没有任何装饰的薄皮棺材，走在队伍最前面。这就是古代君王投降时最极致的屈辱仪式，面负于汪，双手反绑，代表自己是等待处决的罪人。带着棺材代表自己随时准备赴死，生死全凭敌人发落。刘禅带着蜀汉百官走出高大成都城门，他将那方代表天命的传国玉玺亲手交到满身尘土的邓艾手里。儿子选择了作为帝王后裔的刚烈之死，而父亲放弃了所有尊严，选择了作为肉身凡胎的苟活。这两条路在那个深冬早晨构成了历史最刺目的对立，蜀汉覆灭了。在经历漫长而屈辱的跋涉后，刘禅和他的臣子们作为亡国奴被押解到魏国都城洛阳，他被封为一个极其讽刺的爵位安乐公。在洛阳的日子，每一口呼吸都带着刀锋寒意。掌握魏国实际大权的司马昭是一个真正的杀人魔王。就在不久前，司马昭连魏国正牌皇帝曹髦都敢在大街派人一剑刺穿胸膛。对于一个前朝废帝，司马昭更不会有任何妇人之仁。刘禅虽然交出玉玺，但他在蜀地依然有巨大号召力，还有10万放下武器的蜀军降卒。只要刘禅流露一丝一毫不满和复辟念头，司马昭的屠刀就会毫不犹豫落下。为了测试这位安乐公真心，司马昭精心安排一场鸿门宴。宴会大厅灯火通明，美酒佳肴摆满案几。司马昭坐在高高主位，目光如秃鹫般死死盯着角落里的刘禅。随着一声令下，一群乐师和舞女走入大厅，他们奏响的不是魏国中原雅乐，而是凄凉婉转的蜀地乡音。舞女们跳起的也是四川盆地特有舞蹈，音乐声一起，那些陪同刘禅来到洛阳的蜀汉将臣们，心理防线瞬间崩溃。旧日都城，昔日同僚，亡国屈辱，一瞬间涌上心头。他们纷纷低下头，用宽大袖袍遮住脸庞，失声痛哭。整个宴会厅弥漫压抑而绝望的哀戚，这是人类最基本常理。听到亡国乡音，怎能不落泪？司马昭冷冷看着这一切，等待刘禅反应。只要刘禅在这个时候掉下一滴眼泪，甚至只是叹一口气，杀心就会立刻化作实际行动。然而当司马昭把目光移向刘禅时，他看到一幅令人毛骨悚然的画面。刘禅不仅没有哭，反而正坐在席间，一边吃肉一边看着蜀地舞蹈，脸上洋溢无比欢快的笑容。他笑得那么灿烂，甚至拍着手，仿佛真的在欣赏一场极其精彩的杂耍演出。在一群痛哭流涕的旧臣中间，他那肆无忌惮的笑声显得极其突兀，极其荒诞，甚至有些神经质。这完全违背人类正常情感逻辑，但这正是刘禅所需要的，这种极度反常构成了他人生中最后也是最坚硬的一层伪装。司马昭看着眼前这个笑得像孩子一样的老人，眉头微微皱起。他站起身，端着酒杯慢慢走到刘禅面前。大厅里的哭声戛然而止，空气仿佛在一瞬间冻结。所有人都知道审判时刻到了。司马昭居高临下看着刘禅，用一种漫不经心却又寒气逼人的语气问道：安乐公，听着这故乡的曲子，你想念蜀地吗？这是一场无解死局。如果回答想念，那就是对故国念念不忘，那就是心怀复辟之志。对于一个刚刚篡位不久的权臣来说，留着这样一个有号召力的前朝皇帝，无异于养虎为患。面对这悬在10万蜀军和自己全族脖子上的问候，刘禅甚至没有思考，他抬起头，迎着司马昭充满杀机的目光，脱口而出：此间乐不思蜀也。这里太快乐了，我一点都不想念那个地方。短短7个字，轻飘飘落在洛阳宴会厅里。这7个字让刘禅被后世文人墨客钉在耻辱柱上，足足唾骂近2000年。人们骂他没心没肺，骂他连基本人类情感都丧失了。但如果我们在那个冰冷的宴会上仔细审视这句话的重量，就会发现一种极其悲凉的宿命感。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尊严都是有标价的。刘眷选择了用全家性命去买一个刚烈的生死明灭，而刘禅选择了用自己千秋万代的清白名誉去买10几万人的命。他深知司马昭的残忍，也深知自己手里已经没有任何筹码，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彻底撕毁自己作为帝王的最后一点脸面，把自己降为成一个没有任何威胁的蠢物。他极其精准给出了司马昭最想听到的答案：
那个在55年前在长坂坡血海和刀光剑影中学会在恐惧中闭上眼睛的婴儿，那个在诸葛亮阴影下学会用平庸来保全性命的少年，在人生的终点用一场近乎自残的表演，完成了他这一生中最成功也最沉重的一次避险。太史7年，公元271年的洛阳，下了一场很安静的雪，64岁的刘禅在这场雪中平静闭上眼睛，没有刺客的毒刃，没有权臣的鸩酒，也没有在劳心劳力中咳出的鲜血。在那个皇帝平均寿命不到40岁，动辄死于非命的血色时代，这个被全天下嘲笑了半生的傻皇帝，得到了古代帝王最奢侈的一种结局。寿终正寝，此时距离五丈原星落秋风已经过去37年，距离长坂坡尸横遍野的大逃亡已经过去整整一个甲子。当年那些在历史舞台上呼风唤雨的天才们早已化作尘土，曹操未能看到天下一统，刘备在白帝城抱憾而终，孙权在晚年的疯狂与猜忌中耗尽心血，诸葛亮活了54岁，司马懿活了72岁，但他们的子孙依然在无休止权力倾轧中流血不止。而唯独这个被所有人看不起的阿斗，用极其通透的顺从与退让，不仅熬死了所有的绝顶聪明人，还安安稳稳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史书上给他留下的评价是刻薄的昏庸暗弱，但这或许正是历史最深沉的荒诞。我们从小读历史听到的都是英雄的故事，长辈们教育我们要像诸葛亮那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哪怕燃尽生命也要完成使命；要像赵云那样在千军万马中七进七出，绝不退缩。我们习惯咬紧牙关，习惯死撑到底，习惯把所有责任与期望，不管扛得住扛不住，全都压在自己肩膀上。但是在浩浩荡荡历史洪流面前，个人的力量有时候真的微不足道。蜀汉的灭亡，从他偏安一隅那天起，就是一个难以逆转的地缘宿命。当一艘船注定要沉没的时候，与其带着所有人一起在惨烈碰撞中粉身碎骨，不如有人站出来，平静地降下船帆。刘禅的故事用一种近乎残酷的现实主义告诉我们，有时候放下比拿起需要更大的智慧，也需要承受更深的委屈。他看透了那个时代的尽头，他知道再打下去，除了徒增几万具白骨，什么也改变不了。于是他选择背负千古骂名，退了一大步。他放弃了所谓帝王的尊严，却给成都平原几十万户百姓，给10万蜀军降卒，也给自己实实在在留了一条活路。讲到这里，今晚的故事也该告一段落了。我知道此刻躺在床上的你，或许正因为白天的工作感到疲惫，或许正为了某个无法达成的心愿而焦虑。我们生活在一个每个人都在拼命向前奔跑的世界里，总怕自己不够优秀，总怕一不小心就被贴上平庸或者没用的标签。我们总是要求自己去撑起一切，总觉得如果不去硬扛就是一种失败。但是今晚，在这个只属于你自己的安静空间里，你不妨试着卸下那些原本就不该由你一个人承担的重压。如果实在撑得太累了，那就允许自己偶尔做一个别人眼中扶不起的人吧，接受自己的局限，承认现实的无奈并不是一种软弱，而是与自己和解的开始。这世上的聪明人和英雄已经够多了，不差我们这一个。就像当年那个在当阳、长坂坡、漫天黄土和刀光剑影中依然能闭上眼睛安然入睡的婴儿一样。外面的世界再喧嚣，厮杀再激烈，那都是别人的天下，与现在的你无关。你现在要做的只是关掉世界的纷扰，在这漫长的人生旅途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安宁与自洽。闭上眼睛，深呼吸，愿你在今晚的梦里没有金戈铁马的焦虑，只有岁月静好的安宁。晚安。